大家好，通常我們在學習跟做筆記的過程中，會有許多的術語或者是名詞需要做解釋的。我以前的做法會把它匯總在一個完整的檔案裡面，然後把所有的術語都給整理進來。今天這個 definitions 外掛，它就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整合的功能。除了能夠把術語詞彙給建立起來以外，在使用到這一些詞彙的地方，它也會使用高亮度的方法來做呈現。當我們把游標停留在這個術語上方的時候呢，它會顯示出這個詞彙當初定義的內容。可以說它很方便的可以把詞彙的建立跟預覽做了一個很方便的整合。在今天就來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definitions 外掛要怎麼來使用它。definitions 的詞彙非常容易建立，只要在儲存庫的資料夾的根目錄裡面建立一個 definitions 資料夾，然後將需要的詞彙都建立在這一個資料夾裡面，這樣子就可以形成我們需要的這一些詞彙了。這個詞彙的筆記檔有兩種格式，一個詞彙就建立一個檔案，或者是把多個詞彙建立在一個檔案裡面，這兩種都是可以同時來使用的。先來看一下一個詞彙一個檔案的類型是怎麼樣哦，這樣子就是一個獨立的筆記檔，詞彙的名稱要用 H1 這個等級1的標題來做呈現。這個下面就是代名，記得要前後要加上星號，後面接着就是完整的對這個詞彙它的所有的定義的內容了。只要依照這樣子的格式，就可以形成一個詞彙了。多個詞彙在一個檔裡面，它的方法也是很簡單，就是跟剛剛的格式是一樣的。比如說這個元宇宙，這個就是詞彙名稱，後面這個就是它的代名，接着下面完整就是所有這一個 Metaverse 這一個詞彙的所有的定義的內容。詞彙跟詞彙中間要用3個減號做分隔，只要這樣子就可以建立出一個檔案裡面含有多個詞彙的格式了。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幾個操作上面的重點。第一個，詞彙的名稱必須是一個單字，這個單字也就是說沒有辦法用空白來做分隔的句子。如果有需要做多個單字的詞彙要怎麼辦呢？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 wiki 的格式，下面這個 what is PUA， 或者也可以用底線來做分隔。像我們這個 same energy 就是使用底線來做分隔的。只要透過這樣的格式，就可以把它形成是詞彙的名稱。還有一行裡面的多個詞彙必須要有半形的英數字元來做分隔。如果是緊接着是中文字的話，它沒有辦法辨識出是詞彙的一個單字，這個是請大家要特別注意的。第三個就是中文的詞彙，目前它沒有辦法辨識，但是還是可以使用右鍵來做預覽。比如下面這個元宇宙，它沒有辦法被辨識出它是個詞彙，因此它下面就沒有黃色的底線。但是將游標停留在元宇宙的最左邊，然後這個時候按下右鍵，在右鍵功能表裡面這個 preview definition 呢，還是可以呈現出來。目前它中文詞彙沒有辦法辨識，可能可以使用的一個變更的方法。如果是可以辨識出來的詞彙，它下面就會有這個黃色的底線，游標移進來就會顯示預覽。如果將游標停留在某個詞彙的最左邊，這個時候按下右鍵，除了這個可以預覽以外，也有一個 go to definition， 它可以把筆記直接開啟在這一個詞彙定義的位置。除了這個 definitions， 還有一個 Obsidian Glossary 的外掛。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自己去嘗試一下，這二者之間是不是有什麼區別。以上就是為大家介紹了這個 definitions 外掛。我相信對於需要做整理術語跟詞彙等等名詞解釋的這個功能上，能夠提供很大的幫助。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Obsidian 外掛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內容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謝謝各位。